003航母新照公开，甲板侧边神秘小圆柱究竟是什么？外界猜测关键技术上航母，中国在相关领域究竟有多厉害？为何能对美国技术封锁？随着2021年快要结束，在江南造船厂正在进行最后收尾工作的003航母，如今已基本定型。这一点从最近的卫星照片中也能得到证实。不过，从最近曝光的一张003航母近景高清照上，我们却发现，在航母甲板侧沿处有一个有点抢戏的小圆柱，也因此引发外界猜想。此前，关于这艘航母，各路分析人士也猜了个七七八八，包括常规动力至少8万吨、3条电磁弹射器等，都是被关注的重点。不过，外界一直认为，相比较传统航母，003航母会有些创新之处。而这个神秘小圆柱或许就与这有关，外界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小圆柱可能是搭载着激光武器的架子，因为这个位置一般可用于安装近防炮，同时外形正好与美国的舰载激光武器很是相似。在2020年5月与2021年12月，美军就利用波特兰号2栖船坞运输舰已经进行了2次舰载激光武器试射试验，成功击毁目标无人机。美军之所以测试舰载激光武器，有分析是为福特号航母安装相关武器做准备。因为早在设计福特级航母的时候，美方就要求为激光武器预留足够空间。美专家认为，福特号航母的 A1B 核反应堆发电量超过了100兆瓦，是尼米兹级航母的3倍，没理由不用上激光定向能武器。只不过后续福特号航母在测试中屡出问题，才使得激光武器一直未能安装。而激光武器上舰也被认为是未来的大趋势。相比较传统的火药武器，激光武器有着速度快、准备时间短、精度高、火力转移迅速、不受外界电磁波干扰、持续战斗力强等优势。而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开始了对激光武器进行研究。正是由于激光武器的优点，外界认为激光武器可以替代近防炮，能在短距离内击毁巡航导弹，从而成为航空母舰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美国已经打算在福特号航母上安装激光武器，那么003航母到底会不会跟呢？早在003航母公开之初，外界就普遍认为003航母肯定会上激光武器，因为003航母拥有比美国更先进的舰载电力系统。同时，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专家李杰也证实，中国下一代航母会适当增加激光武器、新概念武器的应用，提高现有防空导弹、速射炮等武器的配套使用。由此看来，003航母安装激光武器也是大概率的事情。只不过，美国福特号航母都服役几年了，相关测试也搞了2次，都没安装激光武器。怎么中国还未见舰载激光武器的相关测试报道？003航母也还没正式下水，就敢安装激光武器了？不怕准备不充分而出故障吗？实际上，中国是有信心在舰载激光武器方面让美国来追赶中国的步伐的。首先，美国在这个领域虽然已经经过了2次测试，但实际上并不成熟。美国2次测试的功率都是150千瓦，只能打无人机，而要做到对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其功率至少要达到300千瓦。目前，美国还没达到这个水平，这也是舰载激光武器迟迟上不了福特号的重要原因。不过，美国人还没解决的问题，中国又凭什么说已经解决了呢？其实，中国在激光武器领域是领先美国的，并且还能在相关技术方面给美国封锁15年。实际上，激光武器的原理并不难，很多国家都能制造出相关的武器装备。只不过，现有的激光武器基本上都是低功率战术级，而高功率战略级激光武器却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究其原因，就在于现有技术在将低能量光束转换为高能量光束方面效率不高，导致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而要改变这个现状，关键就在于材料上的突破。科学家就发现，一些特殊结构的晶体作为介质，可以使激光束的频率加倍。高能激光可以通过合并2个低能光子或光粒子来创建。新的合成晶体是理想的介质，激光的频率越高，其承载的能量就越多。简而言之，合成晶体如同一个频率放大器，让激光武器发射的激光通过时被放大，从而增强其破坏力。而中国恰恰在这个领域是最强的，没有之一。早在198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天创带领团队成功在实验室合成了一种新型晶体，名为福带硼皮酸钾晶体，
简称 KBBF 晶体。这种晶体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激光转换176纳米波长激光，也是当时唯一可直接倍频产生深紫外激光的非线性光学晶体。这意味着一般的激光光线经 KBBF 晶体折射出，功率能倍增数倍，这就为研发激光武器打下了物质基础。在宣布合成 KBBF 晶体之后，陈天创团队还专门在旧金山做学术报道，并在2001年获得了中美日3国专利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 KBBF 晶体供应。但后来中国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将这种晶体运用于军事上，并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实行军事威慑。于是，在2009年，中国宣布禁止出口 KBBF 晶体以及相关技术。在中国宣布禁止 KBBF 晶体出口后，整个西方都顿时炸锅。美国《自然》杂志专门发表一期文章，描述中国禁运 KBBF 晶体对美国的影响。在感受到此等屈辱后，美国政府也投入大量资金，要求众多的美国科技公司加入到研发中，势必打破中国垄断。2016年，美国 APC 公司与克莱顿大学研究组宣布成功合成 KBBF 晶体，相关性能上与中国的无异，因此一举打破中国在相关技术上对美国15年的封锁。而后续美国展开的2次舰载激光武器测试便是在此基础上而来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追赶上了中国。在2015年，也就是美国打破 KBBF 晶体技术封锁的前一年，中国福建物构所在新型无皮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 LPBO 上获得了突破，并且罗军华团队成功合成 RABF 晶体。而 ABF 晶体继承了 KBBF 晶体的结构优点，具有良好的光学性能。同时 RABF 晶体还克服了 KBBF 晶体含剧毒铍元素且其晶体层状生长习性严重的缺陷。2019年，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研究员毛江高带领其团队在试验中合成了一粒一质熔融的锗酸盐倍频晶体，简称 CBGO 晶体。相比较 KBBF 晶体与 RABF 晶体， CBGO 晶体作为介质能进一步增强激光功率。根据试验结果，以 CBGO 晶体作为激光发射装置的载体的话，能将激光的原有威力增强14倍。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据获悉，虽然还没有公开进行相关的舰载测试，但中国海军一直有在渤海湾测试带有激光装置的短距离沿海防空系统。这个系统被安装在轮式拖车上进行测试，通过3个发射器来实现功率加强，而这套激光系统很可能被设计为舰载版本。对于美国来说，相关的测试更是一种宣传作用，即使功率没达到，也要强行上舰测试。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测试已经是一种常态化了，因此没必要大张旗鼓了。就算是003航母上突然出现激光武器，也是正常的。